有些时候不是好事没有来，而是你没有真的让它进来。你会说你想要，也会期待事情变好，甚至会在心里描绘一种更理想的状态。但当那样的可能开始靠近时，你内在会出现一个很细微的动作，收。不是拒绝，也不是否定，而是一种不自觉的保留。你会开始想很多，这是真的吗？会不会只是暂时？是不是之后会失去？这些念头没有错，它们只是来自一种习惯，一种还没有完全相信好事可以稳定存在的习惯。于是你没有完全打开，你让事情停在表面，让好的感觉只存在一点点，让自己保持一种随时可以退回去的位置。这样比较安全，因为如果没有完全进去，就不会真的受伤。但这个安全也同时关注了流动。你没有发现，你一边想要，一边却在限制它能进来的程度。你开始慢慢察觉这件事，通常是在某些反复里。同样的机会靠近，却总是停在某个距离；同样的好转开始，却没有真的延续。你会觉得可惜，甚至有点困惑。为什么总是差一点？这个差一点不是外在造成的，而是你还没有完全允许。这个发现一开始有点安静，你不会立刻改变什么，也不会突然变得完全开放。你只是开始注意。当事情开始变好时，你观察自己的反应。那个想要收回的冲动，那个开始怀疑的念头，那个不太敢完全相信的感觉。你没有立刻跟着它走，你只是看着。这个看见慢慢让你多了一点空间。你开始尝试不一样的选择，不是逼自己相信，而是少退一点。当好的事情出现时，你多停留1秒，多感受一点，多让那个状态在你里面存在一下。这些很小的改变却会累积。你会发现，那些原本很快就划过的东西，开始有重量。那些曾经只是经过的机会，开始停留。不是因为世界突然给你更多，而是因为你没有再关上门。允许不是一个动作，它是一种状态，一种你愿意让事情发生，愿意让自己待在里面的状态。当你不再一直预设失去，不再急着保护，那个空间就会打开。而流动总是在有空间的地方发生。你会慢慢发现，好事不是突然出现，而是你终于没有再把它挡在外面。有一段时间，你一直在修正自己的表现，修正说出口的话，修正那些你觉得不够好的地方。你很用心，你希望事情更完整、更稳定、更接近你心里认为的对。这样的你看起来很努力，也确实让很多事情变得更好。但有一个地方，你慢慢开始感觉到不对。你变得很紧，在每一次表达之前，你都会先检查；在每一次行动之前，你都会先衡量。你很少直接，很少让事情自然地发生。你以为这是成长，是进步，是让自己更好的方式，但内在却开始累。不是因为做太多，而是因为你一直在压住某些东西。那些不完美的部分，那些还不够成熟的想法，那些还没整理好的情绪，那些你觉得说出来可能会被否定的自己，你没有让它们存在，你把它们留在后面，只带着整理过的样子往前。久了之后，你开始有一种空，不是什么都没有，而是少了一种真实。你会在某些时刻发现，
自己好像一直在维持一个状态，而不是活在里面。这种感觉很细微，但它让你慢下来。你开始问自己，如果我不再一直修正，会怎样？这个问题一开始让人不安，因为不修正，好像代表放任，代表退步，代表变得不够好。但你还是试着松一点，不是完全放开，而是少控制一点。在某些时候，你让自己直接说；在某些瞬间，你让情绪存在；在某些选择里，你没有再等到完全确定。一开始不习惯，你会觉得不够好，会担心别人怎么看，会想把刚刚的自己再修正回来。但你没有立刻改，你只是停在那里，在那个没有被修整的状态里。你会发现一件很特别的事，那种你以为的不完美，其实带着一种力量。它是活的，它不经过过度处理，不被压缩，也不需要维持形象。它比较直接，比较真，也比较有流动。当你开始允许这些部分存在，你会感觉到一种不同的能量，不是更稳定，而是更真实。你不再那么需要撑住，不再那么容易卡住，不再在每一步都耗费那么多力气。你开始用比较自然的方式前进。有些地方会不顺，有些时候会出错，有些反应可能不够完美。但你没有再那么抗拒。你开始在过程里调整，而不是在开始之前就压住一切。这个转变很关键，因为力量不是来自没有缺点，而是来自你可以带着不完美依然前进。当你不再把不完美当成需要排除的东西，你就不会再被它困住。你会开始行动，开始尝试，开始在不确定里累积经验，而这些经验才会慢慢变成真正的稳定。你会发现，过去那种一直修正的状态，其实让你停在原地，而现在这种允许，反而让你动起来。当你愿意让不完美存在，你就不需要等到够好才开始。而当你开始，力量就会出现，不是突然变强，而是你终于没有再限制自己。一开始，你其实没有拒绝改变，你甚至会说自己愿意尝试，愿意变得更好，愿意走向不同的可能。但当改变真的靠近时，你内在会出现一个很细微的停顿。你会先观望，看看会不会出问题，想想之后会不会后悔，衡量现在的稳定会不会被打破。这些反应很自然，因为改变不只是新的机会，它同时也带来未知，而未知总会让人想要多一点控制。所以你没有完全拒绝，但也没有真的走进去。你停在一个安全的距离，看着改变，理解改变，甚至期待改变，只是没有真正让它发生在你身上。久了之后，你开始有一种感觉，好像事情总是停在某个阶段，没有变差，但也没有突破。你会想，是不是还差一点什么？是不是时机不对？是不是条件还不够？你一直在等，等一个更确定的讯号，等一个更安全的时刻，等一个让你可以放心跨出去的理由。但那个时刻没有来，因为改变本身就不会带着完全的确定。直到某个时候，你开始注意到一件事，不是外在没有机会，而是你没有真的允许它进来。你在心里还留着一个位置，一个可以随时退回去的地方。当改变靠近，你就站在那个边界，一脚在前，一脚还留在原本的状态里。这样很安全，但也让你停住。当你看见这一点，
内在会出现一点松动。你不需要立刻改变什么，也不需要逼自己勇敢。你只是开始诚实，诚实地看见自己的保留，诚实地承认那份不安，诚实地知道自己其实还没有完全准备好。这个诚实反而让你比较靠近改变，因为你不再假装，你开始慢慢松开那个退路，不是一次全部放掉，而是一点一点。当机会出现时，你没有再退那么多；当变化开始时，你多停留一点；当不确定浮现时，你没有立刻回到原本的状态。这些都是很小的允许，但它们会累积。你开始站在改变里，而不是站在边界上。这个位置一开始不稳，你会有点不安，会怀疑，会想回头。但同时，你也开始感觉到一种新的流动。事情不再停在原地，一些原本没有出现的可能开始浮现，一些你没有预期的连结开始发生。这些变化不是你计划出来的，它们比较像是回应你愿意让事情发生。当你不再紧抓原本的状态，新的东西才有空间进来。那种空间就是奇迹会出现的地方。奇迹不是突然降临，而是在你愿意让不确定存在的时候，慢慢展开。你会发现，那些原本看起来不可能的转变，其实一直在边缘。只是过去的你没有让它进来。当你开始允许，哪怕只是一点点，你就已经打开了一条新的路。那个情绪来的时候，你几乎是立刻反应，不是因为你不想感受，而是你太熟悉那种被带走的感觉。一旦进去，整个人就会被占满，思绪变得混乱，感觉变得强烈，你很难再维持原本的状态。所以你学会很快处理，压下去，转移注意，让自己恢复理性。这些方法让你撑过很多时刻。你可以继续前进，可以让事情不被影响，可以看起来稳定。但那个情绪没有真的离开，它只是换一个地方待着。在你没有注意的时候，它会影响你的反应，影响你的选择，甚至影响你怎么看自己。你开始觉得情绪是一种麻烦，它让事情变得复杂，让你失去控制，让你偏离原本的方向。所以你更用力控制，让自己冷静，让自己不要被影响，让自己维持在一个可以运作的状态。但某个时刻，你会感觉到一种疲累，不是事情太多，而是一直在压。那种压让你慢慢失去感觉。你不知道自己真的在想什么，也不确定自己现在的状态，只是一直在维持。直到有一次，你没有那么快反应。当那个熟悉的情绪出现时，你停了一下，没有立刻压下去，也没有急着转开，你只是让它在那里。一开始很不舒服，你会想赶快回到正常，会想让它消失，会怀疑这样是不是在让事情变糟。但你没有动，你开始感觉它，那个紧，那个沉，那个不安。它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固定，它会变。一开始很强，慢慢的有一些变化，可能变得柔一点，可能带出其他感觉。你第一次发现，情绪不是一个整体，它是流动的。当你没有压住它，它会自己走。这个发现很安静，却很关键。你开始理解，情绪之所以会主导你，不是因为它太强，而是因为你一直在对抗它。当你抗拒，它就会停在那里；当你压抑，它就会换方式出现。但当你允许，它就有出口。
你开始慢慢练习，不是每次都能做到，但有些时候你会记得停下来，让情绪存在，让它流动，让它完成它的过程。你没有再急着把自己拉回某个状态，你只是陪着那个感觉。在这样的陪伴里，你开始有一种新的稳定，不是没有情绪，而是你不再被它带走。你可以感觉，同时也可以看见，这个距离让你多了一种自由。情绪还是会来，但它不再决定你，它只是经过。当你愿意让它存在，你其实是在给它一条路，让它走完，让它不需要停在你身上。而当它不再需要停留，它自然就不会再主导你。你还在那里，而情绪只是流过。你其实很习惯先设想好事情该怎么发展，别人应该怎么回应，结果应该长成什么样子。这些预设让你有方向，也让你比较安心。因为当一切有轮廓，你就比较知道自己该怎么走。但慢慢的，这些预设开始变得紧。你不只是规划，你开始依附。你希望事情照着那个样子发生，希望过程不要偏离，希望结果不要出现变数。当现实稍微不一样，你就会有一点不安。你会想调整，想修正，想把事情拉回你理解的轨道。这样的用力很细微，你可能没有发现，但它一直在。在你每一次不如预期的失落里，在你每一次想要控制结果的念头里，在你每一次觉得应该要这样的时候，这些看起来像努力，其实也在制造阻力。因为你不只是参与，你在对抗那些没有照你预设发生的部分。而现实从来不会完全照着预设走，所以那份对抗就会一直存在。你开始感觉到累，不是事情太难，而是你一直在撑住你的期待，撑住你的想法，撑住你对应该的坚持，直到某个时刻，你没有那么多力气了。你没有刻意放下，只是突然不想再那么用力。你停了一下，没有去修正，没有去推进，只是让事情暂时维持它现在的样子。一开始有点不安，你会觉得这样是不是在放任，是不是会变得更糟，是不是失去了主导。但你没有立刻回去控制，你让它多存在一点。就在这个没有马上介入的空间里，一些东西开始改变。事情没有崩坏，它只是继续发展，以一种你没有完全预料的方式。有些地方偏离，有些地方转向，有些结果不是你原本想的样子，但它们没有你想象中那么错。甚至在某些地方出现了你没有预期的可能。你开始理解，原来你一直以为的阻碍，有一部分来自你的抗拒。当你不允许偏差，你就会和现实拉扯。当你放下那个一定要这样，拉扯就会减少。你不是什么都不做，而是少了一层对抗。这种状态很不一样。你还是在参与，还是在选择，但你不再强迫一切符合。你开始允许事情有自己的走向。这个允许不是放弃，而是一种配合。你开始和过程一起走，而不是一直试图主导它。当你愿意让一切发生，你就不需要再一直拉。那种用力一减少，阻力就开始松开。你会感觉到一种轻，不是事情变简单，而是你不再与它对抗。很多原本卡住的地方会慢慢流动起来，因为你没有在挡。你开始明白，阻力不是来自事情本身，而是来自你对事情的抗拒。
当你愿意让它发生，不是认输，而是放下那个一定要控制的自己。而当你不再控制，流动就会出现。你会发现，很多你以为需要用力推动的东西，其实一直都在往前。你曾经以为事情之所以顺利，是因为你掌握得够好。你安排细节，预测变化，在还没发生之前就先准备好。这样的你很少出错，也因此你慢慢相信，只要再多做一点控制，一切就能更稳。但某些地方开始变得紧，你会在过程里一直留意，一直修正，一直确认方向没有偏离。你很少真正放松，即使事情在进行，你内在还是有一种随时要介入的状态。那种感觉很细微，但它让你始终没有完全在流动里。你是在维持事情的样子，维持节奏，维持一个你认为比较安全的发展。一开始这样很有效，但慢慢的，你会发现有些地方开始卡住，不是完全停滞，而是推得动，却不顺。你会更用力，多想一点，多调整一点，多确保一点。但那种不顺没有消失，反而让你更累。直到某个时刻，你真的没有力气再维持了。你停了一下，不是刻意放手，只是暂时没有再介入，让事情自己走一段。一开始会不安，你会担心它会不会偏掉，会不会变糟，会不会失去原本的方向。但你还是没有立刻拉回来，你只是观察。在那个观察里，你会慢慢看见一些东西。事情其实一直在动，只是它的节奏不完全照你的预设。有些地方变慢，有些地方转弯，有些发展你没有想到，但它没有停。你开始理解，原来你过去一直在做的不是推动，而是限制。你把事情放在一个固定的轨道上，不让它偏离，但那个轨道未必是最适合的路。当你开始松开，那些被压住的可能才有机会出现。你会看到一些新的方向，一些原本不在计划里的机会，一些更自然的连结。这些东西不是你控制出来的，它们是在没有被限制的时候自己浮现的。你慢慢不再那么急着介入。当事情有变化时，你先看，先感受，让它多发展一点。你不再立刻修正。这个改变很小，但它让整个状态不同。你开始不那么用力，你还是在里面，还是在选择，但你不再抓住每一个细节。当那份抓住松开，阻力也就松开了。因为阻力很多时候来自你不允许事情变动。当你愿意让事情自然发展，你其实是在允许它走向最适合它的方向。这个允许不是放弃，而是一种更深的配合。你开始和过程一起走，而不是站在上面控制它。当你不再限制，流动就会回来。而当流动回来，那些原本卡住的地方就不需要再用力突破，它会自己慢慢打开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